来吧，继续咱们再来玩一款新的玩具 ，TC 其实也不算新玩具吧 ，TC 这家出的一款飞过山，也是之前他们家出的一款大黄蜂的一个重涂了。那款大黄蜂当时玩到以后确实很惊艳，那设计太棒了。虽然也有一些扳手的地方吧，但是能把外传大黄蜂的这个题材，人形和车型都能兼顾下来的，确实很不错。这回呢，飞过山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外包装，整体的和绘嘛是一个线稿图的样式啊，背后这里也是人的正面和背面的一个展示，很简单，采用这种黑泡沫的内包保护玩具很不错。纸品方面，一份说明书，因为大黄蜂我已经变形过了，所以这个说明书我就不拆它了。但是我们也能从这里看得出来，这回飞过山用的还是大黄蜂的说明书，因为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。配件的内容，两个不同造型的臂刀和一把臂炮，但是这回会比大黄蜂少一个战斗面具，因为飞过山也不需要战斗面具嘛。车型就是现在这么一款很漂亮的红色甲壳虫了。这款车型做的真的很棒，而且能把这些细节都做得出来。合金的倒车镜，单方向的倒车镜啊，这个甲壳虫确实只有一个单边，这个上边的大挡风玻璃还有银色的勾边，雨刮器了，大灯是透明件，橡胶轮胎，而且这前后都有涂装，可能让人感觉唯一不爽的，车顶这个地方两个轴没有隐藏起来，因为这个地方毕竟是要变形的嘛，其他的地方我觉得还好，但问题就是这个飞过山在电影里边他也没来过地球啊。这个甲壳虫的车型是大黄蜂的没错，但是你重涂一红色弄一飞过山，你车型都不改一改啊，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。但是呢，想象一下，如果说改成赛星形态的飞过山的车型，有一些零件在这个结构上就完全用不上了。可以说这个结构变形的设计就是为了甲壳虫这辆车而服务的，所以它只能做大黄蜂，或者说只能做飞过山的一个重涂版。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点强行重涂了。另外就是有点怪的是，这一款的载具形态是地球的甲壳虫，但是变成了人形以后呢，它的人形又是赛星形态的飞过山。所以这款飞过山吧，现在在市面上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。不过终归来说 ，TC 的这一款设计还是相当有水准，非常棒的一款设计。这款设计我觉得给它9分我都觉得低。所以呢，一切归根结底还是这个东西好玩不好玩，两个造型怎么样，这个还得看每个人的接受能力的不同啊。但是好在的是，这一回 TC 家瞄准的定位市场很棒。这次的飞过山它才卖300多块钱，才300多一点。之前的大黄蜂我记得刚出来的预定价格得500多块吧。所以呢，这一回呢，可能也是为了走一个薄利多销的路子吧，算是把这个模具重新利用一下。所以呢，这款飞过山算是一个挺便宜的价格，但是呢，如果说你不想买那个大黄蜂，觉得那个贵呢，300来块钱体验一下这个变形设计还是不错的。那么我们直接来变形吧，毕竟是一个老的玩具重涂嘛，只是为了让人们没玩过这个模具的，你300来块钱体验一下也不错。你现在买个 KO 还多钱，买个小比例还多钱呢，对吧？变形的第一步，这个甲壳虫的车型其实密合起来的样子还是挺复古的，挺有味道的，很带感，身上没有太多的多余零件，全是变形出来的，这一点真零件变形是好评的。第一步的变形，我们需要把中间的这一片装甲稍微抬起来一个边，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锁定，最终的一个锁点吧。然后需要进行一步比较难的操作，我们需要把这个后边2块玻璃拆出来，这里有一个缝隙，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翘起来这个边啊，腾出来了这个缝隙以后，往下挤一下，因为这个卡扣是在哪儿呢？它的玻璃里边有一个插项的卡扣掐在这里，前方这里还有2个小豆豆是竖着顶在里边的，所以你要跟这儿勾一下，让这块玻璃跟这样折一个角度脱出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一块往上折一定的角度，腾开它倒角的地方，避免这些漆面被刮掉。这一款的所有零件都是整件上漆的，包括正面的红色以及背面的一些银色、枪铁色，所以玩起来注意漆面的刮损。然后我们把后边的保险杠往下折，这一块是合金件，
为了避免损坏嘛，所以在细小危险的地方用了合金，也是好评的。好，把它折进去备用。现在我们需要一步操作比较困难吧，需要推出这个车的尾灯，向上推起，这里有一个挂钩，从这个地方拖出。拖出来以后呢，让过后玻璃这一块的尖尖的地方，然后其实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驾驶舱的内部，这里团的满满当当，胳膊腿其实都在里边团着，但是这些零件等于是独立的零件，就是变胳膊腿的，而外边的这身壳子可以说也是真零件变形，这就是这款设计的厉害之处。我们变到这一步的时候，可以先把这个车尾灯也折起来，把这一块里边的东西全部蛋卷式的卷出来，然后后边这两块先准备好，我们左右打开，然后这里的一个锁定点会出现这样左右咬合的锯齿状，下方这里还有一个梯形的燕尾扣子来锁定，把这个燕尾扣子脱开，上面这里的锯齿齿锯就拉开了。接着两条腿中间分开，可以看到这两个前边的也是一上一下错落开的一个分布啊。然后这个地方要小心啊，这个是和大黄蜂有点不太一样的。大黄蜂这一块脚踝的位置拉开以后啊，并没有像这么的尖锐，这地方有4个小尖儿，特别的尖，刺刺的，小心玩的时候也不要扎到手。可以看到手臂和大腿之间有连接的卡扣，把这些卡槽松脱解放。哎，后半个屁股不用管它，我们先把两条腿拉过来，大腿的根部扭一下90度到正确的位置上。好，现在这一步打得特别的散，所以呢，这也是电影系玩具变形的一种魅力所在吧。我们先把这两片旋转个180度，然后往下翻。它这一面是红色的车的部分，这一面银色的漆的部分就变成了大腿后边挡肉的部分，就两个屁股蛋儿吧。首先变到这一步吧，把轮子先折过来，但是这一回呢，侧面的这只脚和前面的那只不一样，它这个脚尖前方的这个部位有一个滑道往前伸，轮子折到脚底的下方，这里拆松。然后呢，现在先不要忘过包，我们看腿部，腿这一块呢，我们刚才拆出来的后车尾灯往内部缩，前方这里的大灯位置左右的卡扣打开，往里折叠，折叠进来就好。上方这里的顶盖现在已经拆松了，我们腾开一些位置，接着把这一块整个的跟它的开缝线拆开。这个时候呢，要旋转一个方向，但是我们先来固定腿部吧，要不看起来有点乱啊。注意这个黑色的零件上面有两个燕尾扣子，我们把左右的夹的一个方向，先把这个燕尾扣子定好，然后车灯不干涉的情况下，这里的燕尾扣子两个都套在膝盖上，把这里套进去，然后前方这里的一个卡扣再结合，两条腿左右两半就夹在了一起。接着往回折叠的时候，这个边缘这里有一个卡扣，要跟这么套进去，套到侧边的凹槽里，然后前方这里的卡扣再定位，把这块再套上，夹住，小腿肚子的这一块就变完了。好，接着脚踝这里接着往下转，转下来以后呢，根据这里往上折叠一定的角度，然后往起立。注意一下这里零件的干涉程度啊。好，把这块都腾开角度，脚底板转正，然后把这个顶盖翻转个180度，挑过来，这一块跟这里结合，这里会露出卡扣，跟它结合。看看没有折到位。好，卷过来，够着。脚底跟这么包起来，接着这一圈银色的部位整体的往过撸，撸过来以后，这儿有一卡扣，扣上。现在的两条腿基本上就变完了，而这个时候呢，胳膊也从这个地方松脱开了，跟这里掉下来。其实它在这里还有两个卡扣跟这儿插着，解松。解松了以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整个的这一段关节拉伸拉长，
出来以后，从这里腾开所有的空间，旋转180度，掉个个儿。接着把卡扣从胸板的这个地方轮子卸开，卸开以后整体的打开，同时把轮子往后转，这样解放开手臂。好，变到这一步，我们从这里旋转180度，然后往上卷这个胯卷上来以后，这里有一个卡扣，扣上，嘎哒一下，后边这里的2个小板儿放下来，夹成它的屁屁夹，再一层一层的往上叠，车顶盖带着2个轴的地方卷成它的腹部，造型件就有了。再然后顺着中间的这根芯儿，把这一块看看啊，小翅膀的部位整体的翻转个180度，掏过来变成这个样子。然后这回下方这里的一个滑道往下滑，滑到底，肚子这里再旋转过来锁它一下，这块的球关让开，好，旋转180，好，锁上，然后往过贴，整个的腰腹部还有背后的这一块基本就都有了。接着后背这里的小翅膀，我们往后折叠一下，旋转一个角度，摆到啥样呢？就摆成大黄蜂那样就行。哎，贴合在这里，最后就是胸腹部的密合了。这个地方有多段的关节啊，注意一下这里的一个关节走向问题。往右看，肩膀先放好，轮子放过来。好，把这个地方的2个卡扣锁上，然后胸口打开，轮子贴到后背来，脖子放下来，整理一下，胳膊转到正确的角度上。TC 的这款飞过山变形完成就是现在的样子了，所以说就很怪呀。其实你看它的人形最后变完了以后，明明是一个赛星形态嘛，但是它变成了车型，就是地球的形态。还是那句话，这个就是涂出来的，为了回血的，说白了就是为了回血。其实 TC 吧，这个厂子也是挺伤的。第一波的大黄蜂出来呢，因为做工的问题翻了一次车，后来的再版好像修复了一些之前出现的问题，但是后来好像也是被 KO 了，而且 KO 呢也是把它放大了，还加了一些合金的件，所以就导致了 TC 的大黄蜂后来也是挺难受的一个阶段吧。这回放出的飞过山呢，算是走了一些变相的降价的措施，重涂的话300来块钱，其实感受一下这个设计其实也是挺厉害的，很棒的一个设计啊，但是理解起来特别的困难，因为尺寸很小，很多的地方全部需要真零件变形，而且在展示的过程中呢，其实很难搞到就是拍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完全解释出来的效果吧。所以这一点啊，你如果上手把玩的话，可能会很明白这个东西的逻辑，但是如果看视频的话，相信如果说一镜到底的这么看的话，会很乱。和小号手的30的摆在一起看一下比例吧。我个人感觉啊，30的大黄蜂其实做的大了。如果说真要搭配30的比例，反而我觉得 TC 的这个身高会合适一些。但是30就是这么出的，包括现在很多的第三方在做外传的这款大黄蜂的时候，它都会照着这个身高去拉比例。但我觉得啊，如果真的我看电影里边的感觉，大黄蜂飞过山就擎天柱一条腿这么高，差不多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我觉得比例的这种东西啊，看你个人喜好。
如果说你非要较劲说，哎，我就得按照30的这个比例来，人家是有版权的，人家说什么我就信什么，那你就觉得30的这个比例合适，30的大黄蜂的这个身高问题就也没问题了。但你要怎么说？闪电如果单手拎这个大黄蜂，是不是觉得有点费劲？但是如果说闪电的这个尺寸拎这个身高的大黄蜂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。那当然，要是拎这个尺寸的大黄蜂，那就更小菜一碟了。所以就翻过来说啊，你看哪个合适，哪个就合适。或许有可能是30的闪电做小了呢，也未可知啊。小号手这个比例就更怪了呀，怎么可能一个大黄蜂都快到了闪电的胸口？所以我觉得不要太较劲了。这样看是不是也挺合适的？基本就是一个大黄蜂或者飞过山是擎天柱的一条腿长。比例党其实很多的，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套的比例线啊，所以呢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到了最后呢，吵得乱七八糟的，其实都是各自有一套不同的参照标准吧，因为官方自己也没数啊。TC 配30就是小号手配 SS 的一个身高比，我个人感觉这个比例合适，反正不管对不对，我个人看着顺眼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也觉得比例这个东西啊，大家没有必要去非要死抠一个必须多少精确到毫米的那种级别，没有意义，自己看着合适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我这样合适就行了呗，我看着舒服，我自己摆柜子我也觉得得劲儿就好了嘛。那么得这一款重图像的 TC 飞过山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。